对于皮毛刺激会是比较少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六，今天要带大家陪木吉一起看医生做检查。大家不要看他现在这样子，毛好像很黑很亮。2年前我把他从槟榔摊捡回来的时候，他皮肤病超严重，毛几乎都快掉光了，而且病恹恹的，都很没有精神，超怕他那时候撑不过来。经过了大概3个月的每周回诊跟治疗之后，他的毛才慢慢的长回来。但是我还是很怕他的皮肤病会复发。那最近天气也开始慢慢变冷了嘛，他的皮肤也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所以我就把想要问的问题收集起来，一次问兽医，希望也可以回答到你们的问题哦。那我们就欢迎尤医师。我是尤医师。尤医师，最近天气变冷了，我发现他会抓痒抓得很严重，而且有时候会有皮屑，那是为什么？这个部分其实还是要适度的，还是要先看一下他的皮肤状态。初步来说的话，可能跟我们的洗澡次数，或者是我们使用的洗澡用品，或许会有一点相关性。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或许会是因为冬天的时候的气候可能是温度比较低，那或者是湿度比较低，那可能会有比较干燥的状况出现。是湿度比较低的关系，所以湿度太低也不行。对，当然，因为其实湿度高跟湿度低、过低，其实都是不是很适合它们，因为狗狗本身皮肤上面并没有汗腺存在，那有汗腺的地方只有在局部，那有一层厚厚的毛发，其实在温度的调节上面来说，本来就不是太 OK。对啊，因为我想说，有时候它在外面，它在抓痒的时候，我想说，应该有可能也是被蚊子叮吧。蚊子的区块其实比较少因为它们全身都是毛发，所以其实蚊子很难叮到它们。对啊，但是会叮的部分，大部分是以没有毛发的位置为主。所以如果它开始抓痒的时候，我们初步可以检查说，它是不是皮肤真的出状况，就是我们把它毛拨开，看它皮肤有没有红肿的状况。对，那如果都白白的，我们就不需要太担心。对，就是正常的皮肤颜色，那没有过度的皮屑产生。那这个部分其实基本上都还可以接受。那当然，如果它一直在刺激某一个区块，那这个区块一定是我们要去检视的部分。就是留意看看它是不是都抓同一个地方。对。其实如果说你是有跟我反映说，它身上有皮屑，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身上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些皮肤病的症状，比如说红疹子啦、红斑的部分，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脱毛。那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它搔抓的部分并不是在同一个位置点，或者是说当那些区块的皮肤是没有问题的状况下，那皮毛也是 OK 的，甚至皮毛的状况是柔软，那我会觉得或许跟环境不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温差的部分或许会有相关性。就是像我们人一样嘛，你从一个温暖的地方到突然间到一个，比如说出了门，那外面的温度是比较低的，那你的血管急速收缩的时候，那个凉感可能会上来。对，那可是这种反应可能是短暂的，但是狗狗来讲，它们就跟我们的小朋友一样，其实它可能没办法去听从你的规范说，叫它不要抓我就不要抓。那当它去搔抓了之后，皮肤刺激了之后，可能就会有伤口出现。那未来或者是短时间内可能也会有皮肤病的症状会出现。那所以洗澡的次数，夏天我会帮它洗2次，冬天我就只洗1次。如果冬天还是维持1个礼拜1次，那你只洗了1次来说的话，那或许清洁度是够的。可是出现了瘙痒状况来说，那可能要考量的是这个洗剂在冬天对它来说，或许就不是那么 OK。所以冬天就可以换，比如说像比较保湿的洗毛巾，可以考虑一些比较保湿一点的，那或者是说那个清洁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好一点的。不要这么去油的。是。那有一次狗狗有什么在冬天比较好发的疾病吗？狗狗在冬天的话，像我们这阵子常遇到的，可能就是以下泌尿道症候群为主啦。那可能包含它们饮水量的部分总是减少很多。对啊，我也觉得它冬天活动量没有那么大，所以水也喝很少。对啊，所以会变成说男生的部分会比较容易发生这一类的问题，但也不是说女生完全不会发生啊，但是相对比例上面来讲，是男生会高一点，因为他们的尿道的部分是比较狭小，然后长度会比较长一点。那可是他不喝水，或者是少喝很多水，我应该担心吗？
如果是没有临床症状出现的话，有意思，你说所谓没有临床症状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包含说他的泌尿道没有发炎状况哦，包含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其实统称为下泌尿道症候群。那包含不会有频尿啦，或者是寡尿、乏尿。再一个当然血尿的部分，除了会比较容易注意到的部分。那其实只要有频尿而没有尿尿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你就要事先留意了。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带来给我们医生看一下。那有没有大概我们可以一个参考量，说他一天如果水喝少于多少，我们就应该要注意？少于多少其实这个部分倒没有说一定多少。对，因为其实像我们的话，就是只有一个水分的摄取建议量。那你说少于多少，它就会有状况发生，那个还是要看个体耶。那有些狗狗真的是，就是它可能一天就只尿2次，这样长时间下来，我们好像看到也没有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很难说。那当然，我们如果以最高规格来对待的话，那当然是每天要达到它们适当的饮水量，这当然是最好的。就是不用去 care 说，我的最低饮水量是多少？那不是说等到它生病了我们才在处理啊，所以就尽可能做事先的预防，我们可以让它多喝水，就让它多喝水啊。那有些人网络上都会说，因为狗狗不喜欢动，然后不喝水，他们就在水里面加一些有味道的东西。其实加味道不反对啦，但是这个味道可能就你要稍微慎选一下嘛。那当然，可以不要加是最好的啦。但这个目的性的话是要去引诱他们，增加他们的饮水量。那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你也可以尝试是，或许我们增加他们的运动量，那看他在摄水量的部分，看能不能再往上提升一点。那当然，如果要添加一些相对应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就要还是要以他们的健康为出发点去考量。有一次我最近发现他在室内，我都穿短袖，我根本不觉得冷，可是他一直发抖，他是因为冷吗？其实狗狗发抖的原因不是只有寒冷这件事情嘛，它当然疼痛啊，然后焦虑的部分啊，当然冷的部分也是一个点啊。如果说它今天是在一个我们自己熟悉的环境，那比如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可能真的就是在那边一直抖，然后有卷缩起来的现象。OK， 这个部分就可能要考虑是不是真的是太冷了。但是当然，如果说像没来由的，它就是一直抖，那甚至我们也帮它做了保温的动作，那可能就要考量一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点存在，就不是只有单单的太冷这件事情。那可能要朝，比如说是疼痛的部分不舒服的话，这个部分要去考量。那有一次冬天我们都会怕它冷怕它皮皮穿，然后帮它穿衣服，这到底是对的吗？其实我会觉得穿衣服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外出的话，我会觉得穿衣服是 OK 的就是针对于风大啦，或者是说有下小毛雨的状况，那我们给予一些衣物去阻挡这个部分，那我会觉得这个是 OK 的。可是如果是在我们室内，有些人住的地方，比如说地大就练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以保温设备为主，我们可以使用电暖器，可以使用暖气机，那个冷暖机之类的。那小型狗、小型猫咪的部分，那我们可能就考虑是用照灯的方式，给予一个相对应比较温暖的一个环境。穿衣服的部分就是，其实在它们自然毛上面，你又盖了一罩人造毛，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选项。可是那你说外出可以就是穿一个是挡风的作用，所以其实他们跟人一样是有可能，这边风忽然很大，然后它就着了。这当然有可能对啊。当然衣服的部分选择适当的材质是可以去阻止你的体热过度丧失而导致失温嘛。因为我们以前也很常看到冬天过完了，一只漂亮的狗全身长满了疹子因为它的主人让它穿一整个冬天的衣服我个人还是会觉得啦，像我们这样说好了，如果你在一个暖房内，一定比你只单一穿衣服穿外套会来得好对啊，所以周边的环境的温度提升，才会有助于我们减少失温的机会应该说在室内主要就还是可能要依靠暖气。对，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对于皮毛刺激会是比较少的。有一次冬天下雨的时候这一只就是它很不喜欢脚踩到湿湿的地上，它就不出去尿尿。我应该很担心这个问题吗？
是不尿尿这件事情吗？对呀、他就不出去啊。其实严格来讲啊，尿尿应该是止不住的，憋不住，但是他到最后可能会在你不喜欢的地方尿尿。他是不会，可是所以意思是，如果我放他出去尿尿，他不想要出去，就表示他没有痕迹，不需要担心哦。对，基本上面来说是这样。可是对于他的生理来说，当然不正常时间尿尿对他的身体一定是不好的，包含未来可能会有结石的问题啦，肾脏的使用时间减短啦之类的。那我们初步的话，可以稍微去判断一下，比如说，如果我们的饮水量足够，那他们的尿液的部分，理论上的味道应该不是那么的重，那颜色的部分应该也不能太深。所以其实狗狗是一个很贴心的动物啦，主人比如说他上班，他只能早晚各带一次，那我们贴心的狗狗呢，它就会中间减少饮水量。他会自己调节，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上厕所。对，他会去配合我们的作息。那当然，如果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状况，他只是不喜欢踩水来说，这个是一个偶发。当然，如果你家那边一整个礼拜都在下雨，那就会比较有问题一点。那我们今天谢谢尤医师来听我们回答这么多的问题。如果你们还有更多关于狗狗、猫猫的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们再请尤医师来听我们一次解惑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